今天是我们老岳打 vaccine 的第一天，我起早早就来了咯6点半，然后过后呢，我现在在等 ambulance 带我去那个 hospital 啦，我去拿 vaccine。这个就是辉瑞疫苗啦，不要看它小小一家，它可是我们打败 COVID-19 病毒的秘密武器。诶，怎么拿这么少哦？才那么几罐够用嘛？其实一罐可以注射6个人哦，所以放心，绝对够用。好，来到现场，诶，护士小姐姐们在干嘛呢？哇，好认真哦，好专注哦。他们都说认真的女人最漂亮，这句话真的没错。原来他们在提前准备好6个人的疫苗分量，他们都很小心翼翼，因为疫苗实在是太贵了，有钱都买不到，所以绝对不可以浪费。好，现在就让我带你们看看，到时你们注射 COVID-19 疫苗的整个流程是怎样哦。首先来到等候区，然后你们就拿号码，耐心的等待。接下来第一站测量体温，当然别忘了先 scan 你们的 MySejahtera 来 check in， 不然警察叔叔就来抓你咯。到时候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在这里呢，医护人员就会确保你没有任何症状后才可以接种疫苗。如果你当天这么 lucky 有伤风感冒的症状话，他们是不会允许你接种疫苗哦。But don't worry， 你还可以重新预约。第二站就来 confirm 你的 appointment， 这个不是普通的 MySejahtera check in， 看好咯，在这个 COVID-19 vaccination 的 icon 点进去，然后就来到这里，按第一排。过后呢，再按蓝色的 link 来 confirm 你的出席先。然后就再按多一次蓝色的 link， 就可以 scan code 啦。来到第3站，这里呢就会有医护人员跟你解释一下 COVID-19 疫苗它所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有哪一些，若是有了又该怎么做。还有也会问你曾经有没有过严重的过敏反应，比如气喘、心跳加速等等，然后就有一系列的问题。总之，我们会确保你真的了解这个 COVID-19 疫苗后，才会让你签下你的大名，确定接种疫苗。但是如果你先想自己做点功课，那么就一定要看看我上一支的影片啦，来了解 COVID-19 疫苗先。好，重头戏来啦，就是在这一站你们会被猪救啦。这里呢就建议大家穿短袖或者宽松的长袖，这样就比较容易卷起来，好让护士姐姐能够 aim 准，要不然针打歪了，sakit的是你哦。你看我几 man， 打一个针不痛不痒，名副其实的男人流血不流泪，是不是看得不过瘾呢？来，再带你看看特写镜头。OK 啊。Itu aduh. Kasihan lah. Sorry ya. Sorry. Oh no！ 等一下，怎么那个针筒需要拉一下才按进去呢？其实这是要确定一下那个针有没有插到血管，若是抽到血，那是不对的，因为这个疫苗呢是要注射进肌肉，不是血液哦。OK，Painless。Ya. 注射疫苗后，别忘了再用 MySejahtera scan 一下疫苗的 barcode， 这样你们就能够在 App 里面知道自己注射的疫苗是哪一 batch、几时和哪里注射的啦。下一站就是休息站，这里呢你就会被观察15到30分钟，若是觉得不舒服，马上 SOS， 医生随传随到。休息的时候无聊对吗？别担心，你们就可以拿这些我们所提供的卡片，做你们最喜欢做的事，那就是拍照打卡啦。你们可以 selfie、VV、post 去朋友圈 show off 一下你们的战绩。这里就是最后一站啦，你们就会拿到一张 VIP 疫苗卡片，上面呢就会写着你
们的名字、IC， 还有下一次注射的时间。记得看一下名字，不要拿到别人的哦。还有你们要准时赴约，不可以放飞机哦。你以为这样就完了？还没有。回家后记得在 MySejahtera update 一下你们的状况。怎样 update 呢？我来教你。看到这个 COVID-19 vaccination 的 icon 吗？按进去，选择第一排，然后就会来到这里啦。这里呢就会显示你下一次的注射地点还有时间。再来，我们就按上面的那个 first dose completed， 这边就会显示你第一次你注射的时间，还有你疫苗的 batch number， 看到吗？有一个蓝色的 link， 我们就按进去，这里就是 update 你的症状啦。好，点进去，它就会问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症状，如果有的话就按 yes， 没有的话就按 no。我本身呢就是有一点小症状，所以我就按 yes 啦。这里呢就显示一系列的症状，有的话呢你就打勾。若是你的症状不在这边选项里或比较严重，不舒服到北大喊的话，就需要你去最近的诊所或者医院 report 一下啦，得到治疗。我是有点肌肉酸痛，还有感觉有点累，所以我就滴了这两边，然后我就按 submit 啦。过后就会出现这个啦。它这边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你的症状还在持续或者越来越严重的话呢，也是要看医生哦。然后按 OK 就好啦，就这么简单。好，我现在就来分享我当天注射疫苗后的亲身体验哦。头发人是 OK 啦，没有什么过敏反应，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啦。哦，只是打的地方呢，打的时候是不会痛的。哦，我的那个 Stardust 呢，他很有经验的，他打的时候完全真的是讲真没有感觉。这边，这里，我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感觉啦，不会痛的。所以如果打的技术好的话，打在这个 area 哦，这个三角形的 area， 你真的是通常是不会痛。痛是过后呢，当疫苗开始产生反应了，也许会有点痛。现在说发1个小时过后，我是没有痛啦，可是有一点点的酸。当我抬起来的时候，有感觉，有感觉哦，有点感觉在这边，可是手发 OK 啦。现在是我注射疫苗后的第10个小时，我的手臂呢还在酸痛然后注射的地方呢也没有红肿了手发 OK， 然后现在就感觉身体比较累了，爱睡哦。可是我不清楚是不是因为疫苗的关系呢，它的其中一个副作用呢，还是我做了一整天累的关系。总之现在是8点48分了，我要睡觉了。OK， 拜拜。好，现在是注射疫苗后的第2天，是不是整个人看过去比较有精神嘞？然后手臂也不会那么酸痛了，所以我现在可以自己抓相机没有问题那么说发我都问了我的同事，他们大多数都没有什么其他副作用，就除了大多数都会有手臂酸痛那么今天我们也开始接种了 Frontliners 的第2天，然后今天呢我们总共接种了66个人，其中就有2个他们就头痛咯然后我们就马上给了那个 Panadol， 然后有1个呢他就有点晕，然后想吐感觉，所以我们就让他躺着啦，在那个休息室那边我们有那个椅子可以躺住，然后就给了一些那个止吐药所以然后过后大概半个小时过后他们就都 OK 了，就拿那个疫苗卡就回家啦。所以这些副作用呢其实都很轻微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有什么事情呢，我们医护人员也会马上给你治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种疫苗过后，我们都需要观察15到30分钟，就是为了确保你们 OK 了才可以回家。我注射了以后呢，我就出来的时候呢，感觉还 OK 的，但是突然间呢，我就感觉到突然间有一点晕眩然后所以呢，我就有一点紧张了当下我就又兴奋又紧张。对呀，我在想到底是因为兴奋而造成这个晕眩还是什么之类，所以我就去不理睬它，我就 ignore 它了。但是幸好我们这个注射完以后，我们都会被留在这个 observation 区去观察，所以观察个
差不多10分钟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我整个人很晕。然后呢，可是医护人员他们就很快就发现到了哈，因为毕竟我注射出来后，他们就量了我的血压，我的血压呢当时是偏低的哈，所以他们有一点担心了，他们就问我，我就告诉他们我其实有一点晕哈，但是我以为我其实是肚子饿哈，但是其实早上我是吃了早餐，我是觉得可能我太兴奋啊，还是什么之类，还是吃不够早餐，所以我就感觉我可能是 hypo 嘛的那个症状有一点像哈，所以我就赶快，因为我们 hospital 那边又有提供食物，所以我就赶快呢吃一点食物。但是呢，我吃了1口饭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很没胃口哦。所以我就觉得我可能不是因为这个肚子饿而引发的这个症状，所以我就告诉了那里的医护人员，他们就很快的哈，就把我送去这个sick bay， 他们所说的那个就是专门医治这些注射后有症状的这些病患哈，所以我就在那边待了一阵子，他们就帮我打了点滴，本来就说如果我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状况的话呢，他们就会替我注射药物哈。但是幸好的是过了一阵子后，我感觉到我的晕眩已经没有那么的强烈了哈，比较好，就是点滴过后我就感觉到我整个人比较好，然后也比较放松。毕竟真的有很多医护人员在那边帮忙，他们都很紧张哈，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批嘛，而且我是第一个患者，就是第一个注射人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都很紧张哈。所以，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很临危不乱哈，都帮到了我很多，也让我成功放松了自己。好，今天3月10号，我们 Lawas 的 Phase 1 COVID-19 Vaccination 的 Part 1终于结束了。所以我们总共在这个 Part 1里面呢，我们接走了407位前线人员。在这407个人里面，只有11个人对在当场注射后有了反应。那么其中就包括头痛啊、肌肉酸痛啊、头晕啊或者想吐。那么我们医护人员呢，也在当场给予了治疗，然后他们都 OK 过后就回家了，就康复了。那么在这11个人里面呢，其中只有2个人，他们稍微比较严重一点点，他们的心跳加速，他们的血压低，所以我们就给他们打了点滴，让他们休息。可是，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也都 OK 了，也都回家了。所以其实这些当场注射过后的反应呢，其实并不真的是因为疫苗本身的副作用。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身体过于紧张，或者我们害怕打针，我们身体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啦，这边就是我为你们精心准备的小贴士：疫苗注射前一天该准备什么，当天又该做什么，之后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好啦，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咯，大家记得订阅、按赞、大力分享给你们的亲戚朋友们。我是 Jason， 你的药剂师，我们下期见。